金厨营卫，厨房空间虽说面积不大，但却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比重。毕竟老百姓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厨房，但是对于装修小白来说，因为缺乏经验，就没有几个能把厨房装好的。往往是钱没少花，但最终效果却差强人意，要么难看，要么难用，总之踩坑的不在少数。这一期小东就结合自身的装修经验以及生活中的实际体验，给大家分享厨房装修的8不装避坑经验，认真看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1. 不装不到顶的橱柜。我家第一套房子装修时就踩坑了，我以为所有橱柜都是默认到顶的，所以设计图也没有注意看，结果安装完柜子与吊顶之间还有很大缝隙，入住后是越看越不顺眼。我想说，橱柜不到顶是难看又难用，首先视觉上就不太美观，而且顶部这个空隙除了藏灰落油污啥用也没有，关键是顶部也不好打扫，就算你是勤快人，隔3差5就去擦，也得借助工具拿梯子登高。所以建议橱柜务必做到顶，颜值高效果好看，同时也省去了打扫卫生的麻烦。预算高，建议直接做柜门加长，想省钱加一条顶风板即可。2. 不装肤感膜柜门。很多年轻人装修厨房时更看重颜值，所以很容易被质感遗留，光滑细腻的肤感膜柜门种草。然而这几年大火的肤感膜柜门好看却不好用，它自身致命缺陷就是极其不耐脏，一按一个手印还有各种油污和水渍，根本擦不掉，所以被网友吐槽简直是指纹收集器。网上如何清洗肤感膜柜门的帖子也是铺天盖地。小东建议，柜门想要省心，性价比最高的还属双饰面，抗噪易打理，价格也便宜。当然，喜欢有质感的，建议做高光柜门，颜值也不输肤感膜，唯一的缺点是怕划痕。3. 不装小双水槽。在厨房，水槽的使用频率一定是排在第1位，所以它也直接影响着家居的幸福感。其实对于选单槽还是双槽一直争议不断，但不可否认，最不实用的就是小双槽。别看它可以一边洗菜一边洗碗，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洗锅，因为内部尺寸小，导致稍微大点的炒勺或锅具根本摆不下，用起来就是溅得身上和台面到处是水，糟心不说，还得花时间去收拾。建议装大单槽，无论是洗锅洗碗还是洗菜都方便，而且大单槽加个沥水篮就能切换成双槽，但是双槽你无论如何也变不了单槽。4. 不装水槽台上盆。以前工艺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，传统的台上盆安装方式已经存在很多年了。台上盆其实最大优势就是安装简单，稳定性强，但后期的使用弊端也比较明显。所谓的台上盆其实就是直接把水槽扣在台面上，接触位置打上玻璃胶，这就导致这个缝隙处长时间水泡容易发霉变黑，不好清洁也就算了，关键是还会藏污纳垢，滋生细菌。另外，水槽边缘高于台面，清洁台面卫生也比较麻烦。随着技术的升级和改良，现在水槽安装还可以选择台中或台下盆。台中盆是与台面齐平，美观且好清洁，但这种做法对安装手艺要求高，做不好会有边缘不齐、缝隙大的问题，所以建议选择安装台下盆，水槽边缘隐藏于台面下方，美观度更高，且不会藏污纳垢。5. 不装岩板台面。岩板材质有它天然的优势，比如耐磨、抗划痕、不渗水渍和油污，而且质感好，颜值高，但它致命缺陷就是太脆了，所以特别不适合用于台面。很多业主发现，花大价钱买的岩板台面还没等到安装呢就裂了，就是因为它太薄太脆，运输途中受到外力冲击或重力挤压，导致发生出现裂痕的情况。另外，日常使用中难免不磕磕碰碰，岩板一旦出现碰瓷掉角的情况，根本修复不了。小东建议，经过市场的多年验证，最成熟的材质还是非石英石莫属，无论是硬度还是耐磨度都没话说。另外，像密度在93%以上的石英石，也根本不用担心渗色问题。6. 不装 L 型直角挡水条。厨房台面的挡水条也是卫生清洁的重灾区，其中 L 型的直边挡水条都是商家默认的标准，但这种做法与台上盆的缺点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台面与挡水条之间的缝隙就是妥妥的卫生死角，藏污纳垢，不好清洁，而且打胶的地方受潮后势必还会发霉变黑，滋生细菌。小东建议，想要台面整洁大气且没有卫生死角，建议直接取消挡水条，
但这种做法对施工难度要求高，墙面与台面不能有缝隙，所以建议加钱做成弧形一体挡水条，不仅是美观好看，关键是少了卫生死角。7. 不装石膏板吊顶，除非做开放式厨房，不经常开火做饭的家庭，否则别跟风装石膏板吊顶。不否认，石膏板吊顶确实整体性更强，颜值大气美观，但厨房这种重油污的区域，用石膏板做吊顶，缺点也显而易见。首先，石膏板材质不耐潮，遇水汽腐蚀，容易发霉开裂，而且一旦受潮，基本修复不了，只能拆除重装。其次，虽说现在也有防水石膏板，但防不住油污，做饭时油烟很重，时间一长必然会发黄变色。另外，石膏板吊顶成本不低不说，真有问题还没办法拆卸。小东建议厨房装铝扣板吊顶，显然优势更为明显，比如防潮防水，不易变形，而且即使有油渍和污渍，用湿抹布也能轻松打理。关键是拆除更换都省事，也方便后期的维护和检修。8. 不装网红小白砖，这些年随着原木风、奶油风的流行，也带动了一些网红产品的盛行。其中要说卖的最火的就是网红小白砖了，颜值出众，自带高级感，很受年轻人的青睐。但说实话，越流行的东西淘汰越快，而且这种小白砖也不完全是优点。虽说单看1-2片效果还挺好，但大面积上墙后就显得很扎眼了，看久了还会有种视觉疲劳感。另外，这种小白砖缝隙太多，导致美缝不好做，现实中翻车的也不在少数，影响美观是一方面，关键是缝隙积灰是真头疼，后期打扫起来也是个大工程量。小东建议厨房装修，从实用性以及易清洁的角度，还是建议选择300×600或者400×800这种长方形规格，尺寸大，缝隙少，视觉上大气美观，清洁卫生也省心。总结一下，装修厨房与客厅不同，相比于颜值，实用性应该放在第一位，所以在装修这个区域时，也务必要以实用、易清洁为主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和家人在厨房这片小天地里越用越舒心。都说精厨淫卫，想要提升家居幸福感，厨房才是应该花重金打造的地方。在我看来，厨房在设计上不仅要美观实用，同时还要考虑到便利性以及易清洁的特点。但是很多人因为缺少经验，在装修时未必会考虑得很周全，往往只有等到入住后才会发现哪些设计实用，哪些设计华而不实。本期小东结合亲身体验以及网友们的真实案例，给大家分享8个真正好用的厨房设计，缺一个都会觉得不够完美。1. 双饰面柜门。对于橱柜柜门，有人说肤感膜好看，有人说高光门好用，但真正体验过才知道，好看既好用的反而是价格最便宜的双饰面柜门。别看肤感膜柜门沉稳大气，但极易留下手印，遇到油渍更是超级难打理。再说高光柜门，虽说清洁不是问题，但表面一留划痕，在光照下会显廉价。对比之下，还是双饰面柜门优势明显，耐造抗刮，光照不褪色，价格还实惠。2. 厨房台面高低台。听劝，厨房台面有条件的都去做这种高低台，这个设计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它究竟有多实用。水槽洗菜区做90公分高度，灶台炒菜区做80公分高度，这样的台面高度设计，以后洗碗时不累腰，做饭时胳膊不酸，真的不要太舒服。3. 台面无挡水条设计。厨房台面做挡水条的意义，实际上就是为了遮丑，但你要知道，厨房空间是个重油污的区域，所以不管做任何设计，都要为清洁做减法。就比如厨房台面做无挡水条设计，不单单是为了美观，关键是胶缝2变1，后期的清洁工作瞬间减半。4. 厨房大单水槽。对于厨房洗菜盆是装单槽好还是双槽好，一直争议不断。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卫生，也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。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，就是大尺寸的双槽一定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空间，所以在我看来，还是单槽是最佳选择，起码不会出现双槽洗不下锅、水倒出现的情况。另外，再搭配个沥水篮，同样能兼顾一边洗菜一边洗碗的功能。5. 吊柜下方加装补光灯。这个小设计，很多人在装修前期都很容易忽略。经常下厨的人都知道，无论厨房的顶灯有多亮，只要人往灶台前一站，切菜和备菜区必然是黑乎乎的一片。想要家人有更好的下厨体验和光线，就要记得在装修橱柜前期，在吊柜下方加装感应灯带，不仅可以增加橱柜的氛围感，
还能弥补缺失的灯光。6、隐藏式柜门拉手。橱柜明装拉手不仅会拉低整体颜值，而且经过橱柜时还容易刮碰，特别是装在抽屉等分层较多的地方，会显得笨重，还占空间，不好清洁。因此，很多人都选择隐形拉手设计。但要避雷的是，不做 U 型型材隐形拉手，开关柜门容易把手割伤，很鸡肋。建议做那种柜门一体式的隐形拉手。7、地柜留一个开放格。强烈建议在装修橱柜的前期，在台面下方留一个开放格空间，用来放小推车的地方。厨房小推车谁用谁知道，它的好，用来放一些不需要冷藏的常温食品，比如洋葱、土豆，还有调料用品等等。做饭时打开柜门，把小推车拉到身边，拿取物品超级方便。平时一关柜门还什么都看不见，一点不影响美观。8、燃气热水器做隐藏。现在基本上家里只要开通燃气，都会选择燃气热水器。毕竟相比于传统的储水式电热水器，出水量更加充足，而且是即开即热的。但想要厨房更加美观，不显凌乱，建议可以把燃气热水器隐藏设计在橱柜中。推荐选择百叶门，兼顾颜值的同时，也可以透气，没有安全隐患。当然，如果不是平衡式热水器，担心影响进空气的话，最好把热水器下方的隔板去掉，这样更加安全透气。